我们要把镜头重新拉回到晚唐和两宋时期，聊聊中日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流。宋朝的日本如何悄悄地反超中国？到公元838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实已经从西北的渭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长江下游靠东海的那一片区域。这一带灌溉发达，水稻种植扩展特别快，加上又有不少的良港，所以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由于日本的中央政府后来不怎么管控贸易了，商人反而变得更加自由。他们可以把货物运到中国长江下游的几个大港口，比如扬州、杭州、宁波，再往南还有福建和广州。然后呢，再从这些地方把中国的货带回到日本。同样的，中国商人也会把货直接搬运到日本去卖，再带回日本商品到中国市场来卖。那时候日本最活跃的国际港口是位于九州岛的博德，也就是今天的福冈的博多港，由日本中央派官员直接管理往来的商船。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更加商业化了，铜钱成了主流的货币。宋朝官员发现啊，跟日本人做生意收关税是挺赚钱的一件事儿，所以也不再执着于非要日本来朝贡了。这样一来呢，中日贸易规模扩大了，整体还挺顺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商船比日本更加结实，更能扛风浪，所以往来于博德和宁波之间的大多是中国的船只。早先船只小，日本商人一般走北路，先从日本的九州岛到朝鲜，再沿着朝鲜的西海岸北上，穿过渤海湾才到达了华北。后来呢，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有了更安全、载重量更多的大船，更多人宁愿选择路途更短但海浪更大的南路，从博德直航宁波。虽然风急浪大，但是省了不少时间。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跟中国北方的辽朝相处的还算和平。日本主要是跟宋朝在长江下游地区做生意，但也会通过朝鲜半岛跟辽朝有一些间接的中小型贸易。公元1127年，女真人攻破北宋的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宋朝南迁，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就是南宋。杭州地处江南，经济本来就很发达，所以呢，南宋时期长江三角洲各个港口跟博德之间的贸易非常兴旺，一直到公元1276年的杭州被蒙古人攻占为止。日本人那时候也很清楚，宋朝呢地方大，公共工程多，经济发达，市场分工细，有很多商品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随着海外贸易越来越热络，中国沿海一带的工匠也纷纷的扩大生产，专注外销，瓷器、陶器、丝绸、棉布都大量出口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然后我们再来说货币，中国早在汉朝之前呢，就已经开始了铸造铜币，到了北宋更是大规模铸币。有学者估计，宋代流通的铜钱足足有20亿枚之多。这些铜钱呢，不光是收税的标准，也用在大宗的贸易里。日本自己也尝试过铸币，但技术远不如中国，没多久呢就放弃了，改用中国的铜钱。他们非常需要中国的铜钱，甚至愿意出口布料、陶器等商品来换。有时候呢，中国沿海管理外贸的市舶司还得限制铜钱的流出量。有意思的事儿是呢，在公元9世纪末，日本的僧人，比如猿人，曾经用沙金来买中国的商品。那时候沙金和稻米还有固定汇率，但到了10世纪，沙金不好找了。日本呢又恢复用稻米来换中国货。宋朝还一度推行过纸币，不过几十年后呢又改回用铜钱。可见货币制度呢也是在摸索中不断的前进。从公元838年到公元1403年，长达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中日两国之间没有过朝贡关系，也就没有正式外交，两边的中央政府都没有直接插手贸易。真正推动和管理贸易的其实是口岸官员、商人还有僧侣。那么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里，两国的官员乃至于官僚体系在两国贸易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是谁在管理？怎么管理？又出了哪些有意思的政策？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下集慢慢再聊。